因为刚刚一些网络的问题，所以说没有办法就停了一下我们的直播。那如果可能之前就是如果你有在看，然后可能就刚看的话，我前面讲的可能就要看另外刚刚已经的影片这样子。那我会接着就是刚刚的话题去继续讲这个部分。嗯，我们刚刚呢其实就是讲到这个的，就是我应该是有讲到，就是到底是这个双生火箭最终是不是会在一起呢？我就有说，其实就是不一定，就是因为毕竟我们在前面有讨论过，其实双生火焰的出现，它最主要不是为了感情关系，而是为了你的灵魂可以养生，可以让你更快的知道到底什么东西是你的该做的事情，这样子，还有完成你的人生目标。那然后就是有说过，有些个案问过我，到底说如果不跟这个双生火焰在一起，还会有其他的选择吗？那我就是有说，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透过双生火焰这个课题，我们认识了很多关于自己的好的、不好的，因为它就是一面镜子，它可能就是它的它的特色就是它透过它，你了解自己更多，你更加知道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伴侣。那所以的话，它的作用就是让你去可能了解你的需要，或是到底是什么样才是你需要的东西。那所以的时候，就是那在一起，你还有很多其他的选择啊。其实任何人都可以是你的选择，不只是在他这个部分。就是为什么我这么说？是因为啊、我的个案呢，或是我自己，其实我觉得，就算没有再跟双生火焰在一起，到最后不等于你不会找到更适合他，就是更适合你的人。因为其实在这个双生火焰过程当中，你可能会认识到你自己的更多，或是更了解自己的需要是什么。那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你才会开始知道到底为什么你要跟他出现？就是为什么他会出现在你的生命里面？到底他跟你的关系是什么样的状态？就是因为这些东西，你才会慢慢去了解到，可能你知道哦，原来我是这样子的状态。如果我来在我的感情上面，我可能会过度的牺牲奉献啊，或是不同的情形。正如我所之前的说，就是双生火焰不只有感情伴侣的形式出现，它有可能是你其他的亲人，甚至乎有可能是你的老师。那他们出现当然就不是为了跟你谈感情嘛，对不对？可是他就是可能你从你这个兄弟姐妹身上，你看到一些你自己的一些缺点，或是你觉得，诶，从他的命运里面，你看到他很了解你，他也跟你很像，可能他就做的一些课题，其实跟你是一样的这样子。那所以的话，你就会从这个双生火焰里面了解到更多自己，我为什么要来这个世界的目的，或是它会刺激你去探索更多关于你自己的使命啊这些事情。那所以的话，就算你不跟这个双生火焰在一起，不等于你没有他，你就会单身，或是你就不会找到你的真爱，就这个是不对的。我觉得这个想法，那这个的话，就是其实有时候反而是因为你透过这一场感情，你了解自己更多，更让你找到你真正需要的人是什么样的样子，你更加从这个关系里面了解到你自己。所以呢，我就会觉得，哦、有时候我们是太过的去应该说大家太过美化这个双生火焰的感觉吧。我这是某程度上觉得，其实双生火焰不是大家想象中那么的浪漫，或是那么的，嗯怎么说呢？就是像那种灵魂伴侣，好像你一生就只能跟他在一起啊，他是你命中注定的真爱呀、我会觉得没有到这么浪漫。当然，我也知道有些相同火焰是最终可以大家在一起，然后好好的一起去面对、去走这一条路的，也是有的。可是不是全部都一定要，它是你唯一的选择，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那然后呢，我们会再继续说的，就是有很多人问过我，到底双生火焰呢跟灵魂伴侣有什么区别？那其实呢，灵魂伴侣就是它就好像
它相对来说，灵魂伴侣它的课题没有那么的刺激吧，我可以这样说。可能你跟他的相遇不会让你有种撕心裂肺的感觉啊，或是你会觉得他让你很抓狂，让你很难理解，或是他有很多的问题，让你觉得，对你来说是挑战吧。就是他会带给你更多的是挑战，在这个的双生火焰的课题当中。可是灵魂伴侣的话，他只是可能就是你跟他很契合，你跟他很聊得来啊，或是他很了解你啊，他很知道你需要的是什么，跟你就好像有一种共同的语言的感觉，他们是有相类似的地方。可是呢，双生火焰，我刚刚有一开始的另外这直播的时候有说到，就是说它的出现最重要的目的是为了帮助你去达成这一辈子的人生使命，还有你的愿望这样子。所以呢，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说，就是你在你的双生火焰的过程中，它其实就是跟灵魂伴侣是完全是，我觉得目的是不一样的。他们出现，因为灵魂伴侣可能他人生中只是可能出现辅助你，或者是你其中一个的可以说是 NPC 吧。可是双生火焰却不一样，它可能出现呢，它就是为了让你达成或者理解到你人生的一些重要的东西，例如可能让你去开悟，让你去想更多你前面想过的事情，这个我觉得是有差的。那然后呢，具体当然也可以去看一下我就是写过关于到底相同火焰跟灵魂伴侣的区别这个文章，在我的网站，那也可以看到更多的资讯，就是关于这个部分。那只是我这样强调的就是，其实这些东西，我觉得这两个名词啊，它有类似，可是确实是目的性是不一样的。就是我们人生会遇到很多个灵魂伴侣，可是双生火焰呢，就只有一个。只是它的兔特性不是说它是你唯一，只是它的刺激性，或者它对于你人生的影响，它主要是用来让你会知道哦，我来这个地球是要干什么，或是我来这里的目的是要做什么的感觉。那然后呢，就是再有一个很长的，他会问我这个分离期，因为我说双生火焰有8个阶段，其中一个阶段就是你可能两个就会分开一段时间，或是甚至乎可能就是一直都分开，也不一定，只是因为你的人生很长嘛，只是这段时间分开没有说是永远嘛。那他们说分离的时候，那我该怎么做？如果我跟我的双生火焰现在是分离的时候，那我就会说，那你可以想想，其实你人生有很多东西可以做啊，也不一定没有他你不能活下去。因为我应该这样说吧，就是之所以他会有分离，就是因为在逃跑，因为他们就是觉得这个人对我来说很大压力，或是可能我会觉得，就很多时候双生火焰的相遇，就是你们两个都可能已经遇到一些困难，或是遇到一些困境，可能你们就会遇到对方这样子。那可是他不是你唯一一个需要去理解，或是需要去把所有的心力都要放上去的人。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人都很重要，不单只找你的双生火焰，我应该这样说。那所以有时候你就要去想的是，既然是现在我遇到他，那其实呢，就是你分离期的时候，你是要多考虑的是，我现在想要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没有这个人之后，我怎么样把自己过好？这个才是我觉得最重要的部分。因为有些人就会觉得，好像我没有这一个人之后，我就觉得我自己好像缺了一些什么，我好像缺少了一些什么的感觉，缺了一块，我觉得我的灵魂不完整。这我觉得是错觉吧，就是因为，其实没有说我们，因为既然你们选的是用双生火焰的形色，它都不是说你没有跟他在一起，你就是不完整，缺了一块，你自己也是一个独立完整的个体，他也是。那不是说你们两个只要分开了，你就没办法完成你的使命啊，反而是就是你要把握在这个分离期去了解自己更多。到底我在这个过程中，我看到我自己有什么好的、不好的地方？我到底应该怎么去让自己强化？就是或是我可以迎接新的恋情也可以啊，没有说一定要跟他在一起啊。就是你开始找回你的自我，找回自己的价值的时候，你会更加去
坦然的去面对这个课题了，我会这样说。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分离期的时候，就是会觉得很焦虑，因为你会很担心，到底这个人还会回来吗？那如果他不回来，我会怎样？或是说啊，我真的要就是跟他分开了吗？那如果我不跟他在一起，我还能跟谁在一起呢？就是这个很长，就是我自己的个案，可能就是在我占卜啊，或是去问我咨商的时候会给我的问题。那我就会说，其实你不是应该还有很多东西可以做吗？现在你的人生要不走它，那你好像你可以拼你的事业，你可以去做你想做的事情，实现你自己的梦想。可能在你开拓你新的人生的时候，你会遇到更加多适合你的人，或是你开始更了解自己到底什么人才是真正的适合你这样子。所以我自己就说，很多时候我们不要被这些框框框住我们自己，让我们没有办法去突破这个现状。所以为什么说分离期其实算是一个，你就可以终于可以歇一下了。就是你们分开不一定是不好，当然有可能透过这个分开，你那一位双生火焰可能他开始会思考，咦，好像我跟这个人的关系是有不一样的感觉，或是可能其实他不是我想象中那么的不重要，有可能透过这个分离期之后，会给到你一些新的想法，不管是你或是他。就是有时候我们不要太看重这个短暂的分开，或是分开这两个字，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啊，分开是不是等于结束了这个东西？我们人在世上，就是所有东西都没有说一定永远不会在一起。OK，那当然啦，如果你今天你突然有醒，就是有一种觉醒，觉得哎，其实我可以找更好的，或是我其实也不一定为了他放弃所有的东西，也是另外一种想法啊。或是你可能去让你自己过得更好，让你自己变得更完美吧，或是更加贴近你想要活成的样子，这个才是我觉得才是真正的双生火焰需要带给你的一些想法跟思想，而不是说一直在那里可能就是抱怨啊，或是可能觉得你的生活的节奏啊，所有的东西都被这个人支配。我觉得这个不是这个双生火焰有出现的主要的原因，这样子。然后呢，就是我们也很常会问到的，就是，哎，到底双生火焰是不是我人生的功课？那我觉得它，基本上呢，就是我觉得它算是一个挑战吧。功课就是你说你一定要修，可能是一些你一定要突破的东西。那我自己觉得双生火焰它不是突破，它走上一个关卡来设置你设置这个关卡，就是为了让你可能提醒你要做些什么。它是一个提醒，它可能就会，我们会触发一些的事件，可能因为你遇到上火焰之后，可能开始你的生活有很多的变化会出现，那你只是它就是提醒你，你要开始用什么的心态去面对你自己为自己设下的功课，你应该用什么想法去面对你现在的遇到的问题，或是你将来应该要走什么路，就是，我因为我的双生火焰，所以我改变了我整个人生的路，或是一个人生的想法，或是我的人生的使命目的，我就开始了解到，我觉得我有个很大的源泉是一个180度的改变。那我从可能不相信灵性啊，到现在居然是一个灵性老师，甚至不会通灵，那这些都是我觉得他给我的人生所带来的改变。所以虽然他带给我不少的麻烦，可是我不会说因为这样子我会讨厌他，而是因为这样子我会觉得啊，他就是欠我很多或者怎样。可是我觉得反而就是因为这个经历，才让我更加有弹性，或是我开始更加去，我觉得我的身心灵的方面都有大量的提升，就是因为遇到他之后的事情。那所以我自己觉得每个人其实你可以检视一下，假设你是在双生火焰的课题，到底其实你的双生火焰带给你什么？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只看到他没有跟我在一起，或是一些失去的部分，可是我们没有考虑过，就是其实啊，我可能在这个过程中，我可能更加了解自己，更加去知道什么样的东西是适合我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是会很容易被现在的东西被绑住，好像我没得到他，我没有跟他在一起，或是他没有选择我，会被很多这些东西的想法啊，或是那个拥有的感觉啊，去觉得很
沮丧吧，我可能这样说。因为当然我知道很多人都有体验过你们在一起的时候的美好，然后你也会很奇怪为什么他不能了解这个事情。那可是，嗯，毕竟他就是另外一个人，他有时候可能他的想法没有办法追上你。那既然他没办法追上你的时候，就是你不可能永远都停在那里等他。那你应该做的事情就是说啊，你要想想到底我应该做些什么。毕竟他是来刺激你了解你的人生功课。好像我发现原来我要对这个世界是有我的使命的，可能我是要帮助更多的人啊，或是我可能要做，我可能要更在乎我的家人，更在乎我现在拥有的东西。这些就是他给你的提醒，或是我要找到一个真心爱我的人。OK，真正对我是爱的，是跟我的付出是一样的，或是他真的是尊重我的另一半，这个也是可以他带给你的想法跟启发，而不是说今天这个双生火焰就是他来了，就是让我觉得很烦恼啊，很烦躁啊这样子。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就是要自己去想，到底我们是不是真的去说，嗯。双生火焰就是我的功课来挑战我啊！我要去突破它，我要去征服它，我要去把它，追上啊，或是我要跟他在一起啊，甚至乎要结婚啊之类的。它其实就是给你一个提醒，或是去刺激你对你人生或是你要做的事情有新的想法这样子。那然后呢，就是我曾经有不少观众问他，诶，为什么这个的他的那个他跟他这么像，却他还是不了解，觉得啊，为什么他没有了解我啊？明明我就很知道他在想什么，他其实应该也能理解到我在想什么，为什么他还是这么愿意的去折磨我，去让我觉得那么难受，或是让我觉得那么难过？那我只能说，其实，在《双生火焰》的有趣的点就是，我们有一个叫逃跑者，有一个叫追逐者。那就是因为一个好像追着一个人来跑，就是因为当你是比较有感觉的，你是感受性比较强的一方，可能你会开始寻找很多的方式去解决这个问题。那所以你会感觉你承受的会比他多。那我只能说，他有可能他是反应比较缓慢，有可能他的灵性觉悟力比较低。好，虽然我自己的感觉就是我的另外那个双重火焰的，他就是，社会感比较强吧，我可以这样说。他可能不会觉得就是这个东西就是可能我们不合啊，我们就不应该勉强啊，或者他现在有很多的问题啊，他没办法去说做什么承诺啊之类的。那这个是一个就是双火焰双方有可能会发生的经历的阶段，或是那个任何的状况。他可能他会觉得你很懂他，可是他不一定能像你那么的智慧，觉得我们应该在一起，可能我们两个就可以成就更多的东西。他不一定会跟你有一样的想法，你要理解，就是你能了解他的想法，他不一定能跟你一样的觉得我们两个的想法都一模一样啊，或是就是因为我们很像，所以我们要在一起啊。毕竟现实的考虑，会是有可能是他很多的创现实的阻碍，这些东西都有可能成为他的牵绊，让他最后可能不了解你，可能做一些很白目的事情，或是做一些让你相信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虽然你们两个很像，他也会从你身上看到你的影子，可是不等于他了解你就会决定跟你在一起，或是他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他就愿意去跟你在一起这个事情。那然后还有就是有人问我，就是是不是其实我们既然是双生火焰，虽然我们经历过很多的问题，那最后都一定会在一起呢？那我个人就是说，觉得就是不一定的，就是因为为什么这么说？是因为其实很多时候你的双生火焰，就是你人生可以很美好，你有很多很好的结局这样子。可是我自己觉得双生火焰却不一定说，诶。
美好的结局要看你怎么定义了，不一定说啊一定会结婚生小孩这样子。所以的话就是说，你可能就要想一想啊，怎么维持在你人生中是一个美好的结局？因为可能，因为他之后你遇到一个真爱，OK，你可能就是因为他之后，你更加了解你自己想要的东西，你更加知道自己。应该是要追求什么的才是对的。那你可能因为他，你的人生找到你的自我，你找到你的价值，或是你开始显化了更好的生活在你的人生当中。那你会觉得这个是美好的结局吗？在你的角度，是不是说一定要跟这个双生火焰要结婚，或是要组织家庭，才是一个美好的结局呢？所以我就说，就是双生火焰这个东西，有可能透过它的起雾，让你去达到你的人生的新的思维或者新的角度去看你自己。那就是因为这个情况之下，可能因为你都变得很不一样，变得就是很多的时候就是知道我到底需要的是什么啊？我的人生来地球到底是为了什么？为什么我要经历这么多事情跟他？可能你就会有更多的想法，你就会知道，诶，好像我是有一些。使命是要达成的，而不是在这里耗的。你可能就会知道，最后可能你就会达成一个你人生最想要的结局，或者你许愿来的时候，那个目的可以达成这样子。那所以的话，我就觉得啊，是不是一定美好结局？那要看你是在这个过程中你怎么选择，才会知道到最后会怎样。就是所以这个我觉得就是还是，虽然我觉得命运是一个安排嘛，可是我们怎么选择才是最重要影响到我们的命运。那然后就是，有人都说啦，就是到底这些追逐啊、分离啊这些东西都重要吗？我觉得当然重要啊。你没有这些时间，你根本可能就是你一直沉溺在里面的时候，因为很多时候我的个案找我都是在一些分离期的状态下，可能他跟那个人断联，或是可能就是他们出现一个问题，他们分开了。他们才开始去找一个解决方法，或是去开始收一些文章，去了解他现在遇到的东西可能是什么。哦，他开始去自我觉察，发现自己到底我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为什么我跟他会走到这样子？我觉得从这件事情里面上，他才开始了解到自己，他才开始停下来去观察他自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所以我会觉得，就是这个分离或是一个分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因为很多时候你才在这个时候开始发现，我其实跟这个人的关系是怎么样，而不是一直在里面希望补救啊、修补啊，希望去想办法去跟这个人在一起。但是我觉得，透过这个分离的时间，你才可以开始检视，到底你在这个过程中跟这个人的相处是怎样。到底你在这个过程中跟这个人的互动啊，或是他其实有没有对你其实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好，或是他其实可能不太那么适合你呢？就是你透过分离期，你才可以看清楚，到底我这个人生的遇到他是为了我带了一些什么的启示，而不是说一直追着他跑，然后让你觉得身心俱疲，觉得很累，觉得自己很不幸，OK，觉得好像为什么你会上天给一个这么跟你这么大的人，却一直让你这么痛苦，这样你才会开始有这个想法的部分。那所以的话，我觉得分离期在双生火焰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过程。虽然很多人都不喜欢，可是就是因为这种不喜欢、不舒服的感觉，才会刺激你想改变，想让自己去变得更好也好，变得更加的去了解那个为什么会发生这事情。所以如果没有这些停顿，你可能就没有办法体验到底你这个的伤愈是为了你带来一些什么的启发，这样子。好了，那我们刚刚呢，就是讨论了一些很多时候大家问我的双生火焰的问题啦，或是大家就是我在咨询上对于很多大家的想法的一些纠正。那我呢，现在呢，就是因为这一次的双生火焰的这个的主题呢，最重要的就是要抽这个卡牌，也就是这个叫做这个扬声卡。那我为什么会这一次会跟大家抽的卡呢？是因为，这一个作者其实他的想法跟概念
对于双生火焰的都跟我了解的很贴近，因为它其实就是说双生火焰的出现就是扬升，它这个叫做带你回家的神谕卡，就是说其实它都是一个带你扬升的道路。你为什么会有双生火焰这个的机缘吧，我可以这样说。所以呢，他就为了这个设计了一副神谕卡，去给一些可能在这个迷茫中的人的一些指引。那我这个牌卡的开箱之后也会上线在我的频道里面，就是可以看每一张牌是长怎样。可是呢，它是有一个这个叫做双生火焰的带我回家的一条道路，也可以说你怎么样找到你的真爱的一个牌阵。那这个牌阵会抽11张牌，那11张牌里面呢，就是它会有11个步骤，就是说啊，考上第一个步骤就是surrender 啊，然后就是你的灵性的觉醒啊，然后怎么提醒你的频率。然后就是你的转变，你怎么去突破，你怎么去结合，你怎么重生，你怎么去做你自己，然后怎么去和谐相处啊，然后它有不同的 enter your vortex 啊，然后 mission accomplished。那所以的话呢，其实这个就是有一个11个，就是它会有一个对应的一个的呃那个问题，然后就是抽每一张牌，就是有一个解析在里面。那我这一次的直播呢，就会帮大家抽一组，OK，跟平常的大众占卜不一样，我们没有分3组，我只抽一组。那为什么只抽一组呢？就是因为其实我觉得你有缘分点到这个直播的话，其实就是可能宇宙传讯给你哦，可能或是你刚好有这个机缘看到这个直播，或者有机会是看回看啊，对不对？那其实就是有它的原因跟目的。那你有可能就是从这一组已经可以接收到你需要的讯息，所以我这一次呢就只会抽一组去解，这样子去作为这个灵性。就是如果假设你现在是在双生火焰这个课题感觉到迷茫的，或是感觉到不知所措的，就可以希望你从我这一副牌抽下来的东西会有一些的想法这样子。那我会呢先抽牌，然后再一张一张切开，就是我会先把11张都抽出来，然后呢我就会一张一张的去解这个牌这样子。我这一次就是请安世勋女神去协助我们抽这个牌，去希望可以让现在如果你有在双生火焰的问题困惑的人，可以有一个的答案或是一个帮助。第一张，我先开了。第2张。因为的就是屏幕大小有限，我可能到时候会叠在一起先，然后会到时候一起剪。第3张，第4张，第5张，第6张，第7张，第8张，第9张，第10张。好，最后一张。好，那这个的话，我们就会现在开始解牌，就是到底这个牌阵其实是想给我们什么的指引呢？我们就会去看这样子。那就吹急一点啊，那我们一张一张去解啊，这样子。那我第一张抽到呢，就是这个，就是 The Chosen One，Fast Track to Ascension。那其实呢，它第一个的，稍等一下啊，就是它第一个的就是它第一个位置的问题啊，它是说一个surrender 就投降的意思啊。它其实呢，就是想告诉你，就是说这个牌阵就是你现在有什么的阴影需要被释放的，
就是其实我觉得如果我抽到是这一张被选中的一个人的意思，就是说你很快的一个快速速度去养生，其实就是说你有一种感觉，就是为什么是你为什么我会有遇到这个双生火焰这个事情？为什么我会是这一个遇到这一个人，却又没有办法在一起啊？或是为什么会遇到一个人对我这么麻烦呢、又会可能是你兄弟姐妹，为什么他总是跟我也麻烦啊？可是为什么我总是会对这个人觉得心很痛啊，或是很受影响啊这样子？那其实你就是有一种很恐惧也很无奈的感觉。所以为什么他这一张牌会在这个阴影期这里出现？因为呢，这个是，它是有4组牌啦，1到11号啦。那你这一张的话，这个你就是有一种，它其实是想告诉你，你其实是你现在挑的这一条路是为了让你快速养生，快速达成你许的愿望，你做的事情，你许的梦想的意思。所以其实，可能你会觉得有点无奈，或是你有一些感觉，就是为什么我经常会遇到这个镜子？就是可能会告诉，看到他好像看到自己。我觉得我的弱点是什么，我的强项是什么，我都从他身上全部都展现出来。那就是提醒你，就是说这个是你选的，其实就是你不用再怀疑了，就是你自己选的，所以你才会被选中。而且因为你是选了一个快速通道，就是因为你透过这个人，你才会可以快速的去知道你自己的需要，你知道怎么样去爱你自己啊，怎么去疗愈你可能一些过去的伤口。这个伤口不等于是这一辈子，还有一些过去式的伤口。所以呢，你现在要释放的就是不要再觉得很烦躁哦，为了这个事情觉得不开心哦，还是觉得自己好像运气不好啊，或者是什么样的原因，你应该要释放一种的阴影，你才会开始走上这个路。OK，这个就是开始嘛。好了，然后呢，我们第二张牌呢，就是这个的 High Priestess 啦，就是这个呢，就是一个算是一个高龄的意思啦，就是那他就说第二张牌的位置呢，我们要看呢，就是说到底你现在有什么的东西可以做，或是有什么的东西是需要让你去改变现在的状况。我们就抽到这一张 Happy Trust 这样子。那我们再看一下，其实呢，这张牌的话，那给我的感觉呢，就是你现在开始要把自己养生起来。大家如果知道，就是在塔罗牌这个什么教宗啊、教主，就是一个很有灵性的人，很有力量的人。因为他说这个就是你的这个牌，其实就是说 personal empowerment，就是当这个高祭司出现的时候，他其实就是他要去解决他自己的生命的谜团啊，或是对于你灵魂的一些疑惑的事情，然后掌握回你的力量。所以你看到他就是他有被养生，他开始开启了他的力量，他开始手握他的权利。其实呢，你是有很聪明的力量，就是那个聪明是指灵性上的聪明，就是其实你是很有智慧的，你是很知道怎么去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强，越来越好。所以呢，你应该开始去审视，怎么样去让你自己发挥你最大的能力，然后呢，这个才会让你燃烧你自己内心的火焰，你才可以慢慢的去脱离你现在觉得的困境。就是它简单来说，就是我觉得你现在能做些什么的，你觉得让自己更强。假设你想去读书，你想让自己去学更多的东西，或是你去想做一些研究啊，是你对什么东西感兴趣，那你觉得能让自己变强的，甚至不受一些身心灵的东西，学塔罗、学占星、学开启第三眼，这些都是可以让你增加你自己的力量，去让你改变你现在的状态。当你变强，当你能力变大的时候，你自然就会可以慢慢的去开始走到你的第二步，就是开始离开，改变你现在的困局。那我们呢，第三章呢，就是说提升你的频率，那就是有什么的一些隐藏的真相，是让你可能就是去让你的东西，就是让你的注意力拿走，影响到你可能没有办法去往更高的方向迈进呢？我们抽到了就是这个The Generator 啊，那
有什么的东西是成为你现在的阻碍呢？那就是说，就是如果在这个位置说，你现在的能量，你的能量呢，其实是非常重要，就是你首先要 stay grounded，就是接地。那现在你怎么去提升你的能量？就是你还需要可能跟你的地球之母连接的，可能跟盖亚去连接。连接的方法其实有很多，可以佩戴水晶啊，可以去抱树，可以去草地，可能去跟草地有接触，跟大自然更多的能量接触，其实可以提升你的能量，去帮助你去突破你现在的想法的问题。如果假设你只是香港人了哈，你可以去走一走山呐、去大自然的风景啊，看一下海呀、这样子，或是如果你可以去你身边一些大自然的地方、森林啊，去感受一下大自然的力量，这些都是有助帮你提升频率，甚至乎你可以去陆行，就是让自己沉浸在这些大自然的能量当中，这些都可以帮助你接地，改善你现在的能量，提高你自己的频率。透过这个东西，你开始就会慢慢的，开始从这个冲锋火焰这个情境上面有更多的想法跟改变这样子。然后呢，我们看到第四个位置的牌，我们就是这个 surrender，就是神服。那位置四的这个牌呢，就是说你的转变，你有什么的想法是需要改变的呢？那我们抽到呢，就是这个神符这个牌了。那这个就是说，你现在的话，你阻碍你改变的原因，就是你会可能你现在是不想相信的，或是你也觉得就是好像就是你现在的话，就是你是好像一个 dark night of the soul，就是你现在在经历一种像我们叫做灵魂的暗夜。那什么叫灵魂的暗夜呢？就是说你可能开始觉得有很多的东西，可能好像有些是错觉的感觉，或是你有时候开始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些什么，你觉得自己好像没有希望，或是你觉得自己不知道怎么去让自己变得更好啊。你是有一种在挣扎，可是好像我找了一些方法也没有办法成功，到底我该做些什么？那你要知道，就是其实这种的挑战不止在你一个身上发生，其实在我了解，其实有很多人都在这种的状态下发生，大家都会有经历一些灵魂的思考的机会。那其实你现在要做的就是你要相信你自己会跨过这个暗夜，就等于我们经常说，可能就是在太阳黎明之前，就是比较黑暗的。你可能现在会经历一些沮丧或是不开心的状况，可是这个就是你的转变。你可能把现在看得很悲观，把你现在的状态看得很不好，那你就要改变这种思想。你要相信危机就是转机，透过现在这些的经历，去让你就是要为了让你之后变得更好，甚至乎现在透过这个经历才会遇到你真正值得爱的人，或是让你嗯。就是他有可能，当然你的灵魂那个双魂也可能变成一个值得你爱的人。这个东西我应该这样说，就是一个转折点。OK，你不要把自己看得那么悲伤、那么悲惨，你反而要可能更加积极乐观的看这个就是其实给我一个提醒，告诉我应该怎么去做，去完成我的人生使命，其实是对我好的这些东西。从你的信念改变之后，你就开始会进入转化的阶段，去改变你自己。然后呢，第五张牌呢就是突破。到底你有什么东西是需要你专注，然后去让你继续可以往前进呢？它就给你的，就是给我们的牌呢，就是这个 False Twin Flame，就是所谓的假的双重火焰哈。那这个东西呢，它就是等我一下。那这个呢，就是说你现在到底要做些什么？他就说一个 intense change，就是一个很集中的改变，一个很深度很深的改变。他就是说，其实某程度上，你可能你会感觉到有点像一种业力的关系的感觉。那你要专注的地方，说你到底是透过这种业力关系这么深、这么让你这么难过的东西，是想让你得到一些什么？就是这么深刻的能量，这么的让你这么的有感觉的能量，其实是想带给你什么呢？
你要去 focus 是说它所为你带来的改变，而不是它为你带来的伤害。你要知道，就是很多时候为什么我们说有错的双生火焰呢？就是有些人会觉得啊，你会觉得，嗯，错的双生火焰就是你觉得他好像跟你很有心有灵犀，你跟他是一个很对平的人。那可是其实他所谓错的双生火焰，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太重视这个双生火焰这个字了。那其实他也就是一个其中一个人，去让你刺激你的成长，他不是一个唯一的存在。OK，当然你的双生火焰是唯一，可是它的存在，它的意义不是在于你要把它觉得非常重要，而是你要突破的话，就是你要把这个的 twin flame，要想象其实可能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你的 twin flame，去改变你的人生，他只是其中一个人而已，他的跟你的过程。所以呢，你要知道，就是这个虽然这个是一个很深的一个连接，可是它的目的是让你去你要突破这个连接，就是你怎么去看它，因为你很容易就是被这个双重火焰这四个字绑住。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有些人会想啊，是不是我只有他？为什么我觉得他是唯一？其实这个就是你要突破的想法，就是他不是你唯一一个值得爱的人，有很多人可以在这个世界上值得你去爱，不是唯一。OK，所以你要开始打破这个双生火焰的想法，就是可以让你开始突破自己的方法。那好，然后我们说就是怎么样可以重生？第四章还是说，就是怎么样透过了解自己的内在，去有什么东西我应该更加去养，就是让自己去提升，去改变我们现在的状况呢？那我们抽到的就是这个 integration。那 integration 呢，这个意思就是一个融合，一个去让我们去综合起来的意思。那它下面就是另外一个，就是说 multi-dimensional healing，就是说你可以从不同的嗯，就是不同的维度、不同的角度去疗愈你自己。那这个东西的意思是说，如果你今天就是在这个部分，你需要重生呢，那你需要做的事情就是你要开始去疗愈你自己，看你一下，诶，我有什么内在的伤口是让我觉得要被疗愈的。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很多时候，如果你是卡在感情关系的双生火焰里面的时候，就是说，可能我很想得到一个真心了解我的人去爱我，所以你才会觉得他这么的吸引你，或是这么的可以去跟你有一个合拍的感觉，甚至可能你会觉得他的经历跟你很像，你们两个在一起好像有互相疗愈的效果。那其实呢，你应该让你重生的时候是，我应该怎么样去面对我自己的问题呢？其实有可能是你从小可能在原生家庭得不到被爱，或是你可能从小自信心不足，这些东西就是你自己的本来的伤口。那你怎么样透过修改你自己的伤口，或是疗愈你的伤口，然后开始让你自己变得完整，你才会重生起来，因为你都不会再需要依赖这一个双生火焰去协助你，而是你可以变成完整的自己。这个也就是为什么我经常都会说，如果今天你想灵性养生疗愈是个很重要的部分。就算你想要显化你理想的人生，你理想的伴侣，如果今天你没有疗愈好你一些创伤，你根本就不相信你值得拥有，你值得有这个人的出现。那你怎么样去让自己去重生，得到你真正想要的东西呢？因为可能你都在心里里面就是觉得我不相信我值得啊，或者是我觉得我就是从小都缺爱呀、你越缺的时候，你越是找不到你想要的东西。所以为什么他就说，你现在如果要重生的话，就可能你要从不同的方法、不同的层次去疗愈你自己，才可以让你重生，在那种关系中得到重生。那你就可以去看一下，到底你现在可能自己需要被疗愈的是什么，或者你潜意识是缺乏的是什么。当然，如果你是不知道怎么做，我也欢迎你可能找我个人咨商，毕竟我现在是大众占卜
这是占卜的一种嘛。那如果你是真的有这个课题的部分，想知道怎么去找到自己的一些潜意识里面的伤口或是问题的话，你也可以跟我做咨商，去帮你详细的去了解。那然后呢，就是第八个步骤，就是说，到底你需要做什么去让你的内在得到平衡呢？那我们呢抽到就是这个 Queen 的这个牌，那这个牌呢，它就是一个神圣的女性力量，就是阴性力量吧，不能说女性。他就说，当这个王后出现的时候，代表其实你是有能力，因为王后我们就是知道，这代表丰盛的意思嘛。那其实他是说，你内在是有能力去得到丰盛的，在你人生所有的领域里面，你现在其实就是向你的王光去迈进。所以呢，你应该要去寻找一些协助，去帮你开放，还有去让你勇敢的去表达你的需要。你不需要去做什么道歉。有时候我们表达自己的时候，总是觉得不好意思，因为特别是我自己是亚洲人，可能小时候就会被教育，可能我去去讲说我想要这个，想要那个，好像这样是不好的，就是因为这些可能你曾经因为我想要过什么东西，跟你妈妈说，可能你就被骂，说这种东西不要那么没礼貌啊，不要这样做啊，其实就是这个东西，所以影响到可能你对于自我是不自信的，或是没有的。就是没有平衡到吧，就是对于你的内心的渴望跟想法，所以我为什么我说，就是你要做什么去平衡你自己，就是你要开始拿回你的力量，特别是在这个情感的方面，你要得到一个平衡点，就是你要感觉你要听从你自己的直觉，你要听你自己内心的声音，去让自己去得到疗愈啊，或是被支持。这样子的话，才能让你去得到一个平衡，才能开始走向你显化丰盛的道路。那所以就是我为什么说，如果你是今天你是想让你自己更加丰盛平衡的话，首先你要透过刚刚我们说疗愈，还有就是找回一些你的力量的平衡，就是可能不要过度隐藏自己，开始去知道自己需要的是什么，才会让自己去得到一个平衡点吧。那然后呢，第九步的话就是和谐，就是你有什么东西需要注意，然后就是去让你可以变得更光亮、更发光发亮了，就是开始开启你的人生呢。那我们抽到的就是这个 Beyond Illusion，就是在这个的illusion 就是错觉，就是你要超越你现在看到的错觉。那这个卡呢，就是说 change your perception，就是要改变你自己对东西的看法跟想法。这个东西就是可以帮助你怎么去去让你变得就是和谐，就是你开始可以变得发光。就是很多时候，就是我们会有很多的限制性想法，好像我举个例子sorry，这个是对限制性想法这个部分。那为什么我这么说呢？是因为，这个限制性想法很多时候呢，就是会让我们觉得，呃，知道自己可能，觉得我不值得，可能我为什么会有这些事情发生在我身上？这些东西都是让我觉得很无奈呀，或是觉得很就是我好像觉得我只能赚这么多钱，或是我只有这个能力，或是我只配得到这个人，或是好像我是应该怎样，这些就是你的限制的思维，或是我觉得做这个事情就只会怎么样，这些的想法都是在你的人生去让你很多的框架阻碍了你的改变，所以你现在就是要先去改变你的想法。就是当你去注意这些东西的时候，就是你怎么去看你的事情。好像我们经常很容易说，一杯水你觉得是半满的，还是船满的，就是半空的这种的想法，你要开始改变。你是开始你会发现，你才会发现你会拥有更多的东西，可以超越你拥有的限制。好像有些人会觉得中奖这个命不是我的。OK，我不值得，就是我没有这个财运啊之类的。这个就是我们自己给自己也是
框架。我会经常跟我的个案说，那地球上每天都有人中奖啊，为什么那个不是你？你为什么要这样限制你自己，觉得你自己一定不可能，没有这个命呢？那这个就是你自己给你的一些幻觉。其实我们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自己给我们自己，那我们就要去改变它，你就开始会让你自己发光。然后呢，再下一步呢，就是说，到底你有什么的资料需要继续让你去达到一个更加大的清晰的感觉呢？那就是让你更加清楚你自己走的路。那我们收到的牌就是这个 Holy Grail Code。是收取获取你的礼物。那这个是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刚刚我们到底还需要什么的资料，让我们自己可以变得就是更大的力量啊，或是在你的这个过程中变得更清晰呢？那接取你的礼物的整个宇宙其实一直都是在让更多人去完成他的人生使命，达到他的人生目标。因为我们希望就是让整个宇宙的能量可以提升。那这个东西就是说，你开始要理解你要怎么收到这一份礼物。这个礼物就是说，所谓我们无条件的爱，就是这个所谓宇宙给你的礼物。那你要开始去了解、去明白什么叫做无条件的爱。无条件的爱不是叫你去牺牲，OK，不是叫你去奉献，为了爱这个人无怨无悔，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其实宇宙本来就有存在很多的爱。正如我之前我在教的连接高我这个东西，高我其实就是一直都很爱你的人啊。当你充满爱的时候，其实你不用一定要向外求，跟另外一个人去找爱的这种东西。那当然了，当你爱自己，也是慢慢会让你去吸引别人来爱你，OK，而不是我好像很缺乏，一直去追着找一个人去爱我，OK。那所以就是说，他就是说你需要去了解更多，怎么去接受这一种无限量的爱的感觉，就是可以帮助到你去在现在这个卡关的点也好，在现在你来说火焰的路走得更顺畅的方法。怎么样？可能宇宙对你的爱，或是你感觉到家人对你的爱，很多人其实都会给爱给你。那你怎么样去接受这些爱，让你自己变得更丰盛？这个就是你可以多去了解有关这方面的资讯，让你自己变得更好。那然后呢，我们就是需要第10个步骤，就是说有什么的方面在你的生命里面会出现一些改变，开始会让你变得更好呢？那我们抽到呢，就是 honor your agreement 呢，就是你开始要去注意你自己的一些的就是你许下的一些契约，就是你的灵魂契约。因为当你扬升的时候呢，其实你是就是在你就是转生的时候，就是投胎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其实你是有跟所有的人都有定了一个契约，就是说在你人生中会出现的人都定了一些契约。那有时候可能你会觉得，为什么会遇到这么坏的一个人？其实他也是，只是他是刚好签约的时候说，好了，我愿意当一个坏人，可能来刺激你，让你学会什么道理。OK，不一定他只是他刚好被派到一个坏人的角色。那这些人全部都是你签契约出来的，包括你的双方火焰。那所以就是说，你要开始专注这个事情。所以有时候我会觉得，我不会觉得这个双生火焰给我是一个困难啊，或是我觉得很后悔啊。就是虽然会带我一些问题产生，可是我也会很感恩，就是说如果没有这个人的出现，可能我今天还在一些我觉得别人觉得很重要，其实可能在我人生中没有那么重要的事情里面徘徊，可能在一个金钱啊，或是一些很多的问题上面去追逐啊，或是去要做很多的事情，都是让觉得自己人生是空的那种感觉。那所以的话，他这一趟牌其实就是说，你的人生其实就会开始越来越多这些，就是你之前约定好要出现的人要来到你的生命。那可是你要开始开放自己，让自己走出去，而不是一直被这个东西捆住。你的人生不止绑在
棵树上面，OK，你要开始让更多人啊，更多这些约定走进你的生命，让你可以体验到你到底来这个地球是为什么呢？你要开始注意啊，我的人生使命是什么？我之前其实我感觉一下我自己到底许了什么愿望，我来了地球其实还有什么东西要做的，我才会觉得我的人生圆满。那如果今天你真的可能不清楚你的人生使命啊，或是你可能很迷茫啊，当然你也可以做一个个人占卜或者咨商，去了解这个方面到底我应该做些什么，我才会有个人满足感。这个东西就可以帮你去找到你的人生更有价值的，或者去突破你的人生。好啊，最后一张牌呢，第11步就说你怎么去达成你的人生使命，到底有什么样会让你真的觉得开心、快乐或是你感觉到一个内在的平静呢？我们呢抽到最后一张牌呢，就是这个 Soul Merger，这个意思就是说啊，你的灵魂可以真正的融合在一起的意思。那这个意思就是说，就是他就说 ebb and flow 了，就是你会就是开始可能你如果能走完这一个过程，你了解自己更多，就是刚刚疗愈了你的伤口这些东西之后，你开始会感觉到你的灵魂完全的融合，你感觉到一个高层次的爱的感觉，你会很多的能量会从你身上出来，你会变成一个实力。去吸引更多爱你的人，去来到你的生命里面。那所以的话呢，你会感觉到很多的流动，而且你会发现就是，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说我们的生活或者我们的人生就是我们自己内在的投射。当你开始疗愈自己、了解自己更多，让自己的力量频率提升之后，自然你的实相都会改变，就是你身边遇到的人跟事物都会改变。你开始找到你真正需要的东西，可能最适合你的人就会慢慢的出现。因为这个原因呢，你就会走向一个灵魂的，我们叫 union，就是让大家就是回归在一起。就是你开始会觉得啊，我终于很理解我为什么会选这条路。我开始就是我们叫合一，就是你的身心灵可以合一，你也很知道我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地球，或是我的人生使命是什么，我遇到双生火焰的原因是什么。那你就会开始，进入到一个我觉得就是比较轻松的境界吧，或是你不会很多时候很容易为一些事情执着，就是你开始会觉得每天都可能让你会觉得开心，可能你会感觉到很放心，就是会比较心会比较宽，不一定是说什么事情很容易会先紧张、焦虑或是不开心的感觉，就是你会感受到，就是有种宇宙的爱啊，或是你觉得一切都会有很好的改变啊，就是你的心境从内到外都会有不一样的改变。所以当你做到这样子的时候，你就会在你的生命中有很多的快乐，很多的喜悦会出现。这个就是爱思之女神透过这一个双生火焰的带你回家这一套神谕卡，告诉大家，就是如果你有看这些影片什么样的方法可以让你带领你回家，回到养生的这个点，怎么样可以让你去找到你的人生使命也好，让你找到你生命中的一些真谛的方法这样子。那我希望这个占卜呢，可以让大家有一些启发。是因为这个，毕竟其实是所有人都有机会看到，算是大众占卜的一种，可能会对应到不同人的能量。那如果你可能觉得某些东西准，有些东西可能有些不一样的状态，跟你有点不一样，你想了解更多的，当然也可以找我去做咨商，去了解更多关于这个方面的部分，甚至乎你的过去的一些伤口啊，或是怎么样让你可以人生使命去达成这些东西这样子。那我今天这个的双生火焰的直播就是差不多了，因为之前有一些故障的问题，所以就分了2个去做这样子。那如果你是对一些就是可能一些基本概念，好像到底什么是双生火焰这些东西是有想知道的话，你可以看回另外一次直播的影片这样子。那就今天就这么感谢大家的收看。那之后的话呢，我们会有其他的大红占卜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可以订阅我的频道。那我们也会提前通知好，去公告给大家会做什么主题这样子。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拜拜。